他的手机会自己拨打电话，每天拨打2000次，他都换了5个新手机了，但是没用。即使买完手机刚出门，电话就开始自动拨打起来。慢慢的，一家3口的手机都出现了这种问题，但手机并没有中病毒，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而且电话都打给了亲戚朋友。朋友说有时候1分钟就能接到20个，刚接通就挂断。有一个朋友还是开餐厅的，电话非常耽误工作，给朋友道歉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机不仅会自己打电话，有时还会发短信，关键短信内容很惊悚，还说这种现象一般都出现在晚上。于是节目组决定等待，但1夜过去，手机并没有出现自动打电话的情况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多个摄像机，全程监控。第2天，儿子的手机率先打起了电话，儿子想拿手机给镜头看，刚走2步，手机自己就挂断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叔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去世很久的父亲名字，这就非常惊悚了。节目组仔细观察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端倪。录像显示，奇怪的现象都发生在儿子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只有当他拿着手机，手机才会自动拨打电话。父亲手机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亲手机后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儿子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。通过这些反常的举动，节目组认为儿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医生还发现，儿子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老练，看起来是策划好的，而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。节目组把儿子请了过来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儿子终于憋不住了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他为啥要这样做？儿子说别人都觉得他没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远程控制别人手机的软件，用软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机。刚开始呢，觉得整蛊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里就他懂智能手机，父母都很依赖他，这也让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，才开始一直恶作剧。父母得知真相后很震惊，要求儿子向亲戚朋友道歉。电话之谜总算解开了，但下面这只狗狗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，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，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，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没一会儿就被它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她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她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，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。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它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1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，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不过要论奇葩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每到深夜，酒吧里就会出现满地的便便，花盆里的土被刨了出来，卫生纸也被撕得粉碎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关键呢，钱也没有少。酒吧老板觉得这应该不是人，节目组决定近距离观察。等了好久，墙壁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一块泡沫板在自行移动，工作人员都快吓尿了，壮着胆子继续观察。这时一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只见它来到草坪上一阵翻滚，这也太舒服了吧。随后就开始找酒喝。黄鼠狼很警惕，时刻都在观察门口的情况，但它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恼，决定用笼子把它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它上钩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它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但是呢，并没完全钻进去，留了一半身体在外面，叼上一块食物就退了出来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吃完后没忍住，又钻了进去，这次呢，完全钻进了笼子里。吃完才发现中了圈套，对着入口一顿挠，没想到还真被它挠开了。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决定再试一次。黄鼠狼这次犹豫半天都不敢进去，但大鸡腿实在太香了，还是钻了进去。这次呢，成功抓到了它，随后把它带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。
别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一克就能卖3000块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，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，没想到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工作人员闻了闻，确实没什么臭味，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说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便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，接下来直接找专家。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，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。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，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。一番分析后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。那泡沫就给接了。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，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，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仅如此，什么红薯、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，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。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测试音准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就这，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。没想到还都吹响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，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。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，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过要说奇人，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，他能在头发丝上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脑袋里长了蜘蛛，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吸出来，这些就是从鼻子里吸出来的，吸出来的时候都是活的。他觉得脑袋里一定有个蜘蛛窝，甚至还在不停的产卵。这些蜘蛛天天都在他的脑袋里面爬，把他痛苦了好几年。为了缓解疼痛，他不停的敲打脑袋，还要去碾碎正在脑袋里到处爬的蜘蛛。办法想了好多，医院都去看过了，但依然不能解决问题。长期的痛苦导致他从150斤降到了现在的100斤。他认为彻底把蜘蛛消灭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火化了，和蜘蛛同归于尽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找来了专家。专家仔细观察吸出来的蜘蛛，发现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种的。专家还说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体内生存，但大叔却不能接受这个观点，因为自己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蜘蛛带来的疼痛。他觉得专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大家又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还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踪迹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问题，真的是奇怪。结果没想到在他走了之后，医生却无意在片子里看到几个奇怪的白点，还真有点像一个什么东西做的窝。他回去之后症状依然没有减轻，蜘蛛反而变本加厉的折磨他，他只能猛地往身体里面灌药，在鼻子里面也涂药水。他整夜无法入睡，甚至在吸入烟雾后捂住鼻子，想把蜘蛛熏死。虽然这样自己也不好受，但是总归能让蜘蛛消停一点。不久后医生把他请了回去，想看看他的脑袋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经过仪器查看，
发现原来那白色的东西是他年轻的时候做颈椎手术留下的固定器，并不是什么蜘蛛窝。那蜘蛛到底是哪来的？大家研究了半天，发现蜘蛛是从他吸尘器的缝隙里面钻进去的，也就是说这些蜘蛛本来就在吸尘器里，一切都是误会。解决了这块心病，2个月后，当大家再次见到他，精神面貌已经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吃。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他做了个泡菜拌饭，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一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，刚捡回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。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。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，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了一个修鞋的。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，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久输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妈每天买一只公鸡，却从来不吃，一到深夜就把鸡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，连续4年从未间断。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，刚开始也没在意，直接就吃掉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都能收到1只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店都没收到过鸡，这很明显和自己有关。他吓得不敢再吃，这很像是一种诅咒啊！怀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，恶意放在这里的。店主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中餐厅改成面馆，并把菜单中关于鸡的菜品全部下架。即使这样，每天早上鸡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店主更慌了，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放鸡的人。一直等到深夜，监控中出现一位可疑人员，他神色慌张，四处张望，确定没人后，放下鸡转身迅速离开了。店主吓得不敢说话，因为这人他之前就认识，好像就住在这附近。大家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，果然发现了他的行踪，最后走进了一栋公寓。大家决定在公寓楼下蹲点，等了整整1天，在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大妈。大家赶紧追了上去，质问大妈为啥要这么做，但大妈一口否认，简单丢下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接着快速跑开了。记者一路追，大妈终于顶不住了，说出了2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요새 사람 다 하고 사는 사람이 세상이 아니야? 아무개라도 다 사랑하고 사는 세상이 아니야? 这是啥意思呢？原来是大妈认为来韩国工作的人不容易，看到中餐厅就有种莫名的好感，觉得应该帮助来韩国的中国人分享一点自己的爱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，在大家的撮合下，大妈和店主终于见了面，沟通下来误会解开了。店主现在可以放心经营中餐厅，大妈也不用以这种怪异的方式继续散播爱了，省流。我觉得像剧本。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。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，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2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，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，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1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却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
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。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2个啤酒杯，现在还越来越离谱，上班都要带着满满一杯玻璃碴子，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，走到哪都带着。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，挑挑拣拣弄了一大袋，回家还要根据口味给他们分类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，吃起来酥脆有嚼劲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不过呢也很爽口。记者忍不住问他，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？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：那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要抽烟？很干净嘛，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，你冷静点啊喂！来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。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，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。酒足饭饱后，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当年大叔还是个初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，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户吃饭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。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，就这样一吃还吃上瘾了。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？没想到啊，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，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，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仪器检查吧。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，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，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，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肠梗阻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却怎么都擦不干净，也不是爱干净，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，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换了窗户，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，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？装个监控看看吧。一夜过去了，怪物没出现，却出现了更怪的事，指纹凭空消失了。大叔却并不惊讶，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纹就会消失，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。大叔说再等等吧。来到傍晚，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，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，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去找卖家咨询，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。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，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，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，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厂长解释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脂，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脂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，带着油脂找到专家，专家分析半天，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。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脂印上去的，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，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难擦掉的。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，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。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，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。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，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，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，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，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，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，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，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这里的人穷的只剩下了钱，每天要去摆摊卖钞票，把钱当废纸论斤卖，个个都是亿万富翁，却吃不上饭，甚至有人被活活饿死。他们每天拉着成捆的钞票去摆摊，一沓沓现金就像冥币一样，随意堆放在地上，没有任何安保措施，根本不担心被抢。这一幕发生在索马里兰的一个钞票交易市场，这里是全球唯一的钞票交易市场，交易过程也很简单，
不需要点钞机，也不需要验钞机，都是论斤卖，一般1斤能换1美元，偶尔多个几斤几两也没关系。摊主有时会多送一些，来挽留回头客。家家户户堪比私人银行，即使有1亿现金掉在路上，也没人愿意捡，因为自己家的钱都卖不完。更奇葩的是，这个国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，在任何世界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国家，所以他们的钞票在世界范围来说不具备任何价值。他们使用的货币叫索马里兰先令，于1994年由国家银行发行。由于官方随意印刷货币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，货币连年贬值，出现钱不再值钱的局面，买颗白菜可能都要花个上百万，所以他们更愿意把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，于是就有了卖钱这一奇葩景象。这里人口非常稀少，就业率很低，当地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，由于气候炎热少雨，经常出现干旱的现象，导致饲养的牲畜大量死亡，周围环境一片萧条，即使在首都也没有任何繁华的景象，反而显得脏乱差，大部分地方破败不堪，很少能见到水泥路面。索马里兰的人穷得只剩下钱，却仍旧吃不上饭，令人唏嘘不已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竟然表演起了杂技，把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气球瞬间就爆了。不仅如此，把软管一头插入耳朵，另一头对准蜡烛，一口气就吹灭了20根。拿纸巾靠近耳朵，纸巾被吹得来回摆动，大家都怀疑他耳朵里安了个吹风机。大叔微微一笑，说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捏住鼻子用力憋气就行了。摄像小哥试了试，果然有用，很快就掏出来一大坨耳屎。这项才艺对大叔来说非常有用，只要涉及吹蜡烛的环节，那必须要用耳朵。儿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，轻车熟路地接过软管对准蜡烛。对大叔来说，蛋糕上加点耳屎才美味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，小时候就喜欢吹树叶子，有次吹着吹着，一坨耳屎竟然飞了出来，正好落到朋友嘴里，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耳朵还会出气，从此都没再掏过耳屎。大家都觉得他耳朵里的构造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来医院一看，他耳朵和正常人的还真不一样，并不是真有什么特异功能，而是有缺陷，轻微的鼓膜穿孔，所以在捏住鼻子憋气的时候，气体就从鼓膜里漏了出来。长期这样做的话，对鼓膜伤害很大，最终可能会导致耳朵失聪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佛像每天在流血，从额头到后背都不断往外渗，这血越渗越多，看着吓人。他们把佛像放在太阳下，用摄像机对着，这血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渗了出来。佛像里面看来有东西啊，用榔头一敲，里面发出的声音更让大家确信，佛像里面绝对装满了东西。佛像是别人送他的，刚开始就额头上有一点点液体，大妈也没多想，顺手就给他洗掉了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接下来佛像全身都开始渗血，才明白过来这佛像不对劲。大妈这下彻底慌了神，因为听说佛像流血泪必有大灾，在记者的帮助下找到了木雕师傅。师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，也懵了，说从来没见过会流血的雕像，感觉这更像是一种诅咒。这下大妈更慌了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大家找到专家对佛像进行取样检测，结果显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孔洞，渗出的粘稠液体其实是树枝，也就是说这佛像就是用一整块松树树枝做成的，而且里面也没有干透，所以才会一直渗出红色的树枝。听到这里，大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她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，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，外加一条毛巾。同事都觉得她有病，而她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。有多严重呢？大家做了个测验，不到3分钟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，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她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一湿一大片。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，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，方便随时换一双。因为手滑，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，想玩一会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，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，瞬间就浸湿了。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
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。小姐姐表示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。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做日料、手握寿司之类的。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，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。据大叔说，这西瓜成精了，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，瓜农也说这瓜保熟，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它就长出了嫩芽，生长速度肉眼可见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。自从西瓜发芽后，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。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村民议论纷纷。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，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，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最终冒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地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，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啊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，你们真是造孽啊！凌晨3点，奶奶却不停地往地板上泼冰水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，还说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把平底锅放地板上，不开火就能把鸡蛋煎熟，水龙头流出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都能烫个水泡，在屋里站一会就会汗流浃背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真有可能会死。为啥会这么热呢？起初都以为是加热器出了故障，检查后发现加热器根本就没插电，所以不可能是加热器问题。大家又觉得那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，接着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奶奶热得根本睡不着，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有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异常高，即使在断电后，它仍在工作。看来这电表有问题啊！打开电表的瞬间火花四溅，原来这电表漏电了。专家说房子高温很有可能就跟漏电有关，随即对房子里里外外研究半天，终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。原来这房子是钢架结构的装配式简易房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随后维修人员找到粘在一起的电线，经过修复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